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台媒提出一国三制，其5大条件不过都是台独新外衣。面对已经难以逆转的两岸统一大趋势，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的现状面前，台独分裂势力很有点兔死狐悲的滋味，把自己视为什么主权国家的蔡英文当局，乃至其他本来就是待机独立的党派，都在试图对号入座，把台岛比作乌克兰，趁机操弄一波台独宣传高潮。前不久，岛内媒体突然抛出了一国三制的论调，竟然引发岛内诸多党派大佬乃至民众的共鸣。那么，什么是所谓的一国三制呢？所谓一国三制，就是台湾的制度不是大陆的制度，也不是香港和澳门的制度，而继续是台湾的现有制度。也就是承认一个中国，将现在的中华民国更改为中华台湾邦，但必须允许台湾地区保留现有的制度、国旗和国歌，保留台湾的自卫队，保留台湾的外交自主权。其实承认一个中国就是9·2共识，没有什么新内容，而将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国台湾邦，看起来似乎主动降格为地方政府了。但这样的基本条件却有3个：保留台湾现有的国旗和国歌，保留台湾自卫队，保留台湾的外交自主权。那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两样呢？基本没有。保留自卫队意味着解放军不能驻扎台湾，保留外交自主权，那不等于未来的中华台湾邦还是现在的所谓中华民国，还具有国家才有的外交主权了吗？因此，在我看来，所谓一国三制不过是给台独主张穿上了新的外衣而已。台媒提出这样的主张，显然不可能是媒体自己的主张，而是背后的大人物授意的结果，是用来试探和迷惑大陆的伎俩而已。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大背景和大趋势，就明白了这一主张的出发点。这是台岛内的一些政客已经深刻感受到，大陆可能已经对和统失去信心和兴趣了，武统或将很快到来，甚至连美国都总体判定大陆将在2027年之前出手。这一点，美国的种种动作已经证明了。比如，这2年美国的挺台力度前所未有，对台军售大大加强还不够。美国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不仅授权美国政府直接向台湾提供军火，而且还授权美军把武器装备转移到台湾。请注意，这些都不是对台军售，而是直接向台湾提供军火，并且美军还在台湾库存军火。如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，足以说明这是美国判定中国大陆将在不远的将来采取武统行动，正在快速进行武力介入或者武力阻吓的准备。由此可见，这是台湾方面有人看到了两岸统一势不可挡的大趋势，赶紧抛出这样的观点，试图迷惑大陆方面，动摇大陆方面的决心，试探大陆的态度，看看能否避免武统的出现，继续维持两岸事实分裂分治的现状。这可是美国等一些国家都在强调的一点，也就是所谓的绝不允许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。作为一名老兵，我现在最焦虑的是，美国已经直接向台湾提供毒刺防空导弹等等武器了，下一步还将向台湾提供更多的武器，美军还要将大量的武器装备转运到台湾，储备到台湾。我们真不能等到美国乃至日本都准备好了再出手解决问题吧？那样的话，我们必将付出远比现在大得多的代价。俄乌战争、美国的通胀、经济萧条和债务危机，都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机会和条件。我们千万不能将这样的机会变成美日武力介入台海的准备机会啊！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